중국의 5세대 스텔스 전투기 J-22 대한해협 동수로를 통과했지만 한국과 일본군 모두에 보고되지 않은 것으로 보인다고 이어 한국과 일본의 방공식별 구역 내에 있으면서 한미일 레이더 감시망이 밀집되어 있는 수로지만 관련 비행이 한국과 일본 모두에게 보고된 바가 없다고 전했습니다.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这两天啊，不知道大家伙儿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一条新闻，就是这个央视的军事频道发的啊，特别短，就那么一句话，说咱们的人民空军啊，一支英雄的飞行大队执行任务的时候啊，飞过两个地方，一个叫巴士海峡，一个叫对马海峡。你说这个新闻啊，要是搁到平时是会多看一眼啊，但是这一次哦，嘿，就跟这个往平静的湖面扔了块大石头，那水花四溅啊，涟漪一圈圈荡漾啊，到现在还没消停呢。为啥呀？就因为那4个字啊，对马海峡。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这个海峡多了去了，这个对马海峡有啥特别的？哎，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地儿啊，可不是一般的地儿。你瞅瞅这个地图啊。对马海峡就在朝鲜半岛和这个日本九州岛中间，像个咽喉要道，卡着进出日本海的必经之路。想去这个日本呀、韩国走海路啊，就得从这儿过。重要到啥程度啊？自古以来啊，那就是兵家必争的鬼门关。想当年啊，这个元朝的忽必烈要打日本，这个船队啊就得先拿对马岛当跳板。明朝那会儿啊，丰臣秀吉啊想打朝鲜和大明，前进基地啊也是选在这儿。近代更别说了啊，1905年这个日俄为了争东北啊，在这儿也是干了一仗大的，史称对马海战。这二战后啊，这个地儿啊就成了老美的地盘。美国海军第7舰队啊，天天在这儿晃悠啊，把这个对马岛啊叫做第一岛链的北锚点。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他们用来锁住咱们的铁链子。这北边啊最结实的就是那颗锁头。哎，你想想，这么个从古到今啊都刀光剑影的地儿，美日韩能不重视吗？那必须得是里3层外3层的看着呀。听说这片区域的军事防御啊，那是出了名的严密啊。有人说这个对马海峡两岸啊，密密麻麻全是雷达，24小时不停的扫。那雷达网的密度啊，号称全球最高之一。这吹牛皮吹到啥程度啊？说连一只鸟都飞不过去。哎呦喂，这牛皮吹的是不是有点大了呀？一只鸟飞过去都能知道，那得多厉害啊！结果呢，咱们今天这故事的高潮就来了啊！就在这么个号称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在美日韩3家的眼皮子底下哦，咱们中国空军的英雄大队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更夸张的是啥？美日韩3家啊，屁都没放一个，一声都没吭。这就不对了，朋友们，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性格啊！你想想啊，以前咱们的飞机啊，你别说飞这么近了啊，就是在咱们自己家门口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啊，你正常溜达一圈啊，这个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呀，立马就派这个飞机跟上来啊，又是拍照又是发公告，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好像他们多尽职尽责似的。这次咋就哑巴了？可能性就2个啊。要么呢，就是他们看见了，但是他们心里有鬼啊，不敢说；那要么呢，就是他们压根儿啊就没看见。你觉得是哪个可能性大？绝对是后者，他们压根儿就没看见。好，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能在这个鸟都飞不过去的雷达网里来去自如，不被发现，得是什么样的飞机才能办到啊？那必须是传说中的隐身战机啊！再结合央视新闻里提到的英雄大队这个名号，咱们国内的军迷圈里啊，基本上就炸锅了，答案就呼之欲出啊！这支部队啊，极有可能就是咱们国家第一支装备国产隐身战斗机的王牌劲旅——王海大队。那这个王海大队开的是啥飞机啊？那还用问吗？就是今天咱们中国老百姓连这个大爷大妈都知道的，咱们的空军歼20。这个事儿里头啊，有2个信息点特别值得仔细品品。这第一啊，有一个军事专家分析说，这次咱们的歼20啊，很可能是从这个北边的辽东半岛机场起飞，一路向这个东，直接穿越对马海峡，进入了日本海，然后呢，气定神闲的掉了个头，安全回家。这一来一回啊，航程超过1300公里。关键是啥？
全程都没有空中加油。为啥不加油？你想啊，这空中加油你得有这个加油机吧？咱们现在的加油机啊，就像这个轰油6、运油20，它不隐身啊。哎，你一个歼20本身是一个隐身侠，结果呢，旁边跟这个5大3粗，在雷达上亮的跟1000瓦大灯泡似的加油机，那不就暴露了吗？所以只能仗着自己底子厚、油箱大呀，航程远，硬飞。这就叫艺高人胆大，这就叫实力啊。这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美日韩3国的官方集体沉默，这种沉默呢，简直比他们大声嚷嚷还说明问题。要是他们真抓到了歼20的尾巴啊，哪怕是一点点信号，他们会放过这么个大做文章的机会吗？不可能哦，他们肯定会开足马力的宣传，一边吹他们家的雷达有多牛，一边贬低咱们的歼20隐身不行，是个样子货。现在啊，他们不说话，恰恰是反过来证明了啊，他们的雷达系统啊，对于我们的这次行动啊，毫无察觉啊。这个歼20啊，在他们那天罗地网般的雷达屏幕上，可能真的就跟一只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一只鸟的信号特征大。国内咱们那是扬眉吐气的，那友邦们呢，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网上直接就炸锅了。日韩2国的媒体和这个网民啊，那反应哦，简直就是一出人间喜剧啊。先说这个韩国啊，韩联社、朝鲜日报这些主流媒体啊，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啊，什么看不见的歼20，中国隐身战机啊，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穿越了海峡。什么中国战机飞越韩日2国啊，竟无法掌握其行踪。这字里行间啊，那股子震惊和不安哦，都快溢出屏幕了。这底下的网民评论就更有意思了啊，我给大家学学啊，主要是分那么几派。这第一派呢，就是技术焦虑派啊，这些人就是捶胸顿足啊，完了完了，我们的防空网是个筛子呀，我们连反隐身技术都没有，美国爸爸又不肯卖给我们核心技术，这可咋办呀？那叫一个愁云惨淡啊！这第二派啊，是嘴硬心虚派，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啊，就开始破口大骂啊，说咱们的歼20啊是纸飞机，说咱们央视啊是在吹牛皮带节奏。你越看他骂的凶啊，就越能感觉到他内心有多慌啊！这就是典型的通过贬低对手啊来维持自己那点可怜的心理平衡。还有这第三派啊，是清醒反思派。这些人就比较理智啊，说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中国了呀，人家在这个高科技领域啊已经超过我们了，再不打起精神来，小心重演历史的悲剧。这最有意思啊，就是这第四派啊，盟友怀疑派。有些人啊就开始琢磨了，哎，你说啊，是这个美国人看见了，故意不告诉我们，把我们当傻子耍吗？还是说啊，连天下无敌的美国爸爸都没看见？我去哦，这问题就更大了。这还没打起来呢，就这样，那真打起来，这美国人靠得住吗？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那可就要命了。说完了韩国，咱们再来看看日本啊。日本网民的反应呢就更微妙了，没有韩国人那么咋咋呼呼啊，那股子阴沉和悲观劲儿啊更瘆人。也是分几类人，一类是技术分析流，有这个日本人很含蓄的承认啊，说这个歼20的隐身性呢，可能已经达到了可以规避日美韩先进雷达的水平。他还举了个例子啊，说这就像二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国人一开始啊看不起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结果呢，在这个珍珠港吃了大亏。他警告说历史可能会重演，只不过这一次啊，倒霉的可能是他们自己。哎，你看看这个历史教训还记得挺牢。另一类呢是恐怖故事流，这帮人啊是真被吓着了啊！他们给这一次的歼20啊起了个外号，叫对马岛之鬼，说看不见的鬼魂啊已经来到家门口了呀，下一步是不是就要飞越本州岛到东京上空了？这种危机感强烈到什么程度啊？一些人甚至又开始重提那个老掉牙的话题啊，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你看一下就给逼到墙角了呀。还有一类是甩锅政府流，这些人啊，不管你歼20性能啊强不强，反正逮着机会就骂日本政府啊，讽刺这个内阁除了会鞠躬说死密马塞，啥也干不了了。面对军事威胁毫无办法，当然了，也少不了精神胜利流啊。这些人啊，也是故作镇定的安慰大家啊，大家不要慌啊，这可能是中国精心策划的心理战和信息战，我们千万不能被他们带了节奏啊。
嘴上说着不要晃，我看他打字的手都在抖。所以你看啊，咱们就这么低调的飞了一圈，甚至都没官宣说我们开的是歼20，光是让他们去猜，就起到这么大的效果。这在这个军事上啊叫实战能力验证，证明我们的歼20啊在防守最严密的地方踹门，撕开了一个口子。但在更高的层面上啊，这是一场漂亮的心理战。心理上有个词儿啊，叫负证明，啥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啊，没找到证据啊，反而成了最吓人的证据。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你明知道这个屋里面啊进了条蛇，但是你翻箱倒柜啊，把整个家都掀了，死活就是找不着它呀。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啊？你是不是更害怕了？因为你不知道它会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突然跑出来啊。这一次的歼20穿越对马海峡就是这个效果。对美日韩来说啊，他们现在就是陷入了这种屋内有蛇但是找不着的恐惧里。那看见了怕，看不见啊更怕。因为看得见的敌人啊，你知道他在哪儿啊，你可以防御。那看不见的敌人呢，你连防啊都不知道在哪儿防。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啊，会把你的这个神经啊折磨到崩溃。这也就是为啥说隐身战机啊这种第5代战斗机啊，它不光是一种战斗利器啊，它更是一种战略威慑武器，一种打舆论战和心理战的武器。而咱们啊，多亏了咱们的军工科研人员啊，多亏了咱们强大的祖国呀，我们现在手里有这件看不见的武器，能跟对手玩这种看不见的战争。而且啊，这还只是歼20啊，咱们呢上了航母的歼35，据说这个隐身性能啊更好啊。咱们那双座版的歼20S， 全世界独一份的5代半战机也已经出来了。咱们的工具箱里啊，好东西还多着呢。所以啊，朋友们，歼20这次飞越对马海峡，它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啊，它是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格局啊，正在发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改变。那条过去用来锁住我们的第一岛链已经名存实亡了，它不再是我们的枷锁，反而成了我们进行战略反制的前沿阵地。告诉美国人，你们想在这个东亚搞霸权、搞围堵啊，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条捆龙锁啊，已经锁不住龙了。告诉日本人，别老惦记着介入咱们台湾问题啊，先掂量掂量自己啊，那个鬼魂啊，随时可能会去你家上空转一圈。告诉韩国人啊，别老是铁了心啊给这个美国当小弟，关键时刻你那美国爸爸是指望不上的。这场围绕着对马海峡的博弈啊，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东亚力量天平正在从西向东不断的倾斜。不管日韩这两位友邦啊愿不愿意、甘不甘心，这个大趋势啊谁都挡不住。他们最大的失败啊，不是这个技术落后了，而是这个脑子啊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是不是感觉挺提气的？咱们的祖国啊是越来越强大了，咱们老百姓的腰杆子啊也就能挺得越直。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呗。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